大家好，我是老熊，我是杨凯涵，请多包涵。这个讲到这里呢，我们上一集提了很多好朋友的回忆嘛。对。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成长的过程到现在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心灵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呢，我们的人生一定有做过很多的忍耐。没错，你是忍者吗？你是哪一种忍者呢？你是一鹤、左鹤还是甲鹤呢？我是甲鹤，甲鹤感觉不错。叫赛啊！哎呀，龙鹤吗？哎，唔鹤啦！哇，今天来聊聊做人的底线好了。因为刚好呢，就是自己有很多的体验之外啦，其实我们网络上啊、新闻啊，其实大家都蛮能够。就是透过媒体或社群分享很多自己的故事，看起来很平凡、很一般，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哦。忍久了未必是好事哦，会爆发的哦，而且爆发通常你越会忍耐的人爆发的时候是越厉害。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我其实，在职场，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私底下了都是被公认是一个脾气几乎没有脾气的人。你是好好先生的感觉。对，好好先生可以这么说。然后其实在往往这个好好先生呢，有一句话在职场的时候叫做人善被人欺。欺还是一声还是两声都有对，反正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欺，对，都有呢。因为到后面就气了嘛，对啊，一定生气，然后每送都爆炸，真的爆炸的时候最坏的下场就什么，就离开嘛。他一定是爆炸那个人离开嘛，因为他在公司的 EQ 不好，就是情绪管理有问题，你管理了10年，不要说10年了，一整年都好好的，然后你爆一次，拜拜。真的，而且很多时候突然间翻脸的人，他不是突然翻脸哦，他是忍你忍很久了，积怨已深啊，已久啦，真的。是啊，对呀。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孰可忍，孰不可忍。孰是叔叔的意思，叔就是最会忍耐的那个长辈。叫孰可忍。对，然后最嗨的长辈是谁？你知道吗？舅舅吗？爷爷，一定要这样子吗？这不就是我们的风格吗？很好啊，对不对？喜欢的话，大家请帮我们按赞。好说我也是那个华语流行音乐电台的 DJ 嘛，就有一点职业病。但我想我们就是闲聊，还有一点音乐也不错，大家可以去找歌。好像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好发作讲脏话，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 FU 开头的这一些字眼的歌，可以成为你的出口。但是记得不要让这些人阻碍了你，然后也不要让他们呢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心情，那就不要忍啊。那我们来聊聊什么时候忍，什么时候不忍。好，来。好嘞，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不能？好，我觉得大家最多的就是呢，职场上吧。我举一个例哦，因为以前呢，我曾经在非常高压的购物台。我待好几台，哪一台我就不讲，因为其实购物台的竞争啊、业绩压力都大同小异啊。以前不就那几台而已吗？就那几台。好，我要讲的是说呢，就是曾经我遇过一个新同事来，然后呢，他就很害羞，他可能肚子痛嘛，然后他就说：“问我洗手间在哪里？”然后那时候我更年轻，然后讲话用北吧，就没礼貌，我就说。你说你肚子痛哦，你要大便哦，然后他就很尴尬。我跟你讲，我基本人是他讲话就很调皮。我说你要大便哦，然后他就那个洗手间在哪里？我说就在这里啊，因为你不觉得这里都是大便吗？然后我就后来想说，干嘛那么皮？人家新来的，不要这样逗人家。但我相信他后来应该。有感觉到吧？其实我们没有针对哪一个行业，因为很多行业都会有忍耐，忍是在你的心中放一把刀啊。那到底要怎么样？好，这样讲好了，因为熊哥啊，以前就是高层，然后要管理。没有高层，对啊，算中阶主管啦，中阶主管，还不到高。对，好，您客气了。高就是蟹高，不是。总之呢，不然就是怎样米高。米高那个就是在做管理阶层接触那么多人，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都
接触很多各行各业的人。那职场上很多人会说啊，比如说搞不好你会觉得我只是公务员呐，然后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店员，但是你这些事情都会有，就连你说做那个警卫管理员管理员的世界也会有我觉得都什么都会有，都会有一类似的状况，其实在各个不同的产业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职位上都会发生。我最常听到一件事，一句话，就是这不关我的事。天底下就2件事，干你屁事，干我屁事。这句话网络上很多人讲，但是这个东西是在形容说你的人生处理态度，但是不是等于你在职场上每一个人都这样。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专业度啦。你今天来到这个职场，你说做自己，其实我们真的想做自己，就是摆烂不要上班，钱从天上掉下来啊。可是这个才是你真正自己，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思维心态放在你的职场工作的领域？这不行的啊。老实说，我对这句话一开始是同样的那个看法，对，就是为什么会怎么讲，有点不负责任，这不关我的事，对，或者是但是我后来发现有在某些组织里面，对。这句话反而是保护你的一个很好的机制。因为有时候人性就是很奇怪。对，他如果看你好欺负，你好讲话，对，他就把所有的工作都丢在你身上。那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能讲一句话：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边界感。对，边界要列出了底线。对，跟大家的职责该负责的这个界限，该负责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你这个部门负责的，不应该是我可能帮你出个意见，可以，但是你要帮你做，那我薪水要不要帮你？你懂我意思？对。所以很多时候在一些职场里面，往往这一句话是可以让我保护我自己，不会被人家骑在身上、骑在头上，或者是把工作全部甩的。工作甩过来，责任也甩过来，出包也是我在背锅。你懂我意思？这个就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他们在即将到来的7夕啊，或2月14号，他们都很开心为什么？情人节快乐，整天在骑别人的。但是我们不是那方面的意思啦。不是，对，不是那个方面的不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我觉得一定就是因为你不会拒绝。对，不敢拒绝才会有那些忍耐的鸟事嘛。对啊，不会拒绝，不敢拒绝，不好意思拒绝。有时候是主管交办下来的工作，你不敢拒绝。对，有时候是好同事请你帮个忙不好意思拒绝。那最后是什么？我全部都压工作是我在做，那就是被欺负嘛。对，你可能讲中了很多人的，你应该讲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对，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我也有遇过一个，曾经在就是我曾经在工作上遇到，就是不同部门的主管。好，那我后来已经没有在负责业务的部分这样子。那业务就是干我屁事，不干我的事。好，但是同公司我们当然就会希望公司好，会互相帮忙嘛。结果这个跨部门的主管他要凹我无偿帮他做些事情，然后他都骗我说公司规定。那刚开始我觉得我帮他他也从来没好好跟我说谢谢，然后还跟我说这是公司规定。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去问了我自己的直属主管说，公司有这个规定说我要做这个不是我的部门，因为他的业务嘛，我要去做他这个业务部帮他做这个东西，我帮他很多次了耶。然后我的主管就跟我说，没有啊，你这个公司没有规定你的部分要帮他，这样很明确了吧？然后这一个业务主管讲话好不客气你别说刚才话细喊，你知道？好讲我先讲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相处个性比较中性的女生，我不太是那种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我就是长得不可爱，然后讲话也不是那么可爱的女生，所以有时候比较中性。然后我就想说，是因为我比较中性，我不要说像男生啦，就是说我就比较中性一点的。然后他就说：“不你当收银啊
啊，不，你后礼拜有赢吗？听得懂了哈？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你下周什么时候有空？我都还没有答应你耶！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口吻人家在话细喊啊？听了就没送，你知道吗？所以一定得做。对对对，结果有一次就是我就翻脸了耶，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翻脸的点在于他跟我说，哦，好啊，你不帮的话，我就打电话跟公司说你不愿意配合啊。我说你现在打啊。这整个就翻脸，然后我们从此之后就再也没讲话了。凶，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凶回去。对，我翻脸了。其实我不太会想要，我不太是这样翻脸的人，但是我翻脸了。然后我觉得我谢谢我自己翻脸欸，因为他再也没有叫我干这些事，然后老板隐约也知道。你知道他这个人很夸张欸，就是他假传圣旨，就骗你说这是公司规定，然后从来也没有好好跟你说谢谢。然后更糟的是哦，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很 care 说啊，办公室我们一定要占人家便宜，人家一定要请我们吃吃喝喝。他也没有请我吃喝就算了，他请办公室所有的妹妹们，因为我们当时的办公室都女生比较多，对，他请每个妹妹喝饮料，就漏掉我而且就故意的，而且我跟你讲是在翻脸之前哦，故意为什么？因为在更之前，他还有讲话惹到我，我也是直接拍桌子回去。哦，对，他就说什么你就是怎么会赚钱呢？老板就是爱你呀。然后我就讲那种话很暧昧，对。然后你知道讲那种什么老板爱你，讲到那种程度，而且是那种办公室公开这样子讲，拜托被误会怎么办？对啊。对啊，不要误会你跟老板有一腿，那怎么办？对啊，所以听这也是我们自己有遇过的事情，就是该翻脸就翻脸。对，要站得住脚啦，就是你要该拒绝的要懂得拒绝，懂得拒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艺术啊。是，而且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立足点，好，比如说你有很明确的部门的那个区域划分，我也有的部门区域划分，我帮你是交情，我没有帮你是刚刚好而已，我没有一定要帮你啊。是啊，我没有帮你是应该的。对啊，变成讲的好像是我没有帮你，对啊，我帮你是应该的，这就不对。你要求我是不该啊，尤其还有那你刚刚听到了嘛？好意思当着我的面说，好啊，那我现在打电话给公司说你不愿意配合，哇，那你现在打，他就想说你可能冲了这句话你就不敢，你就闭嘴，结果没想到，对，还有另外一种在职场常发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今天谁获得嘉奖，请客，有没有？对，什么或者是尾牙摸到捐出来。我问你，像你当过主管，我是一直都是做主持人，没有什么主管不主管，所以我好想知道你们主管被喊捐出来的心情是什么就是又那个啊，就虽然但是就捐啊，不然怎么办？真的，所以其实你们其实不想捐。要看怎么捐有时候是捐出来之后被不同，如果是捐出来被我自己部门的人抽到，我很乐意，我非常乐意。你是个 nice 的主管好大哥。老实说，我就是除公司的尾牙之外，我也会请部门的人吃小尾牙。对，这个就是酬谢谢他们这一年的辛苦。那如果是捐出来被不同的部门抽走，这常发生哦。那我就会，我就真的很，真的就是，但是我就是都会被消音的。对。然后，所以我还好，因为我是中阶，我比较少被凹。比较常被凹的就是高阶副总以上的。对。那他们如果捐出来，当然就是全公司一起抽，这无可厚非。对。好，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今天我业绩有一个奖金多少钱，或者是我得到了一个新客户，公司有一个嘉奖，就是整个部门就说来请吃鸡排，或者是说有任何的理由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变成一种很奇妙的文化？我不知道欧美有没有这样，但台湾好像变成说，
不请啊，人家觉得你有点小气哦。啊，对，会有。然后就请了啊。对，然后你请了，如果说人没有太多，金额没有太高，一点点公关是还行，因为其实大家出来赚钱都很辛苦。没错。搞不好我跟你讲，我曾经在购物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抽奖啊，曾经那种奖金是好几万的哦，听了会很爽，大概3-5万有吧。对。很早期在购物台，然后我有一个同事啊抽到，然后大家也在那边拱他啊，其实他也很痛苦，私底下跟我说，其实他很缺钱，然后他这个卡费刚好就是差不多那4-5万，他收到那钱简直就是他的救命钱欸。那我问你，如果这个状况，他还要硬着头皮吗？而且当时购物台的同事人那么多，怎么请？对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两难啊，要么就是你要继续穷，不是啦，就是还不出卡债，对，或者为了面子没有里子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选择面子啦，因为毕竟他还要如果要在这个公司继续待下去。我记得他好像有请对，因为请一请还是有个余裕，还应该还有几万可以去还卡费。我觉得鸡排配珍奶这个付得起，很乐意。对，这个我觉得很乐意。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被拱被情勒，然后尤其那种跟你没很熟，也没有什么交情来往，在这边寒爽的那个最讨厌的。看我那个超多人这样的。对呀，然后就寒爽，然后就往往是这种人抽到，你知道吗？哦，对。要被消音了。真的。不过这样讲好了啦，通常呢会要你忍耐的人哦，通常就是他对他是有好处的啦，对吧？一定的啊。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你当下的问题，而是说为了面子，然后走一个安慰的过场，敷衍了事。反而这样的人都是比较熟的人，比如说朋友或家人也是有啊。比如说借钱，比如说借钱啊，其实我们也会想说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会不方便，有一些自己的安排，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啊，我们老朋友啦，对不对？之类，这也算是一种情勒吧。是啊，我老实说，我过去也有一阵子经济不是很好，我也跟朋友借过钱。那我很感激那些借我钱的朋友，很谢谢大家之前的帮忙。那当有人遇到有人要跟我借钱，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当然是可以。就借他。但我会有个心态，就是我会自己先预设一个心态，是我今天那个钱出去，我就不打算拿回来。如果你还我们就有交这个朋友。那等一下可以借我吗？好，等一下，节目后再说。因为他说可能他没有想要回来啊。对，耶！但我有个但书哦，能力范围之内啊。我没就没有啊，没有钱就没有钱啊，对不对？烂命一条，拿去。对，然后如果他还回来，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如果他不还回来，那这个朋友就没了。你这样人还是太好了。我觉得你这样子也是一种无谓的忍耐。你当然我是我看交情啊，不是说阿猫狗要借我都会借啊。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你最深爱的人伤你最深，真的，你就觉得我又在偷唱歌，对不对？可是真的，反正就是有一些那种老同学、老朋友，会让你失望，让你很意外，说怎么会让你这么失望的人是这样交情的人呢？那你要忍吗？忍啊，要看状况。老实说，我都会看。老实说，其实我们也遇过，我们也忍过了。所以今天来讲这一集，就是什么忍，什么不能忍。有时候就是你很熟的人要你忍，或者比如说婆媳关系呀，父亲子啊，妯娌呀，对，兄弟姐妹啊。我觉得先姑且不论是不是借金钱上的关系啊，有时候很多利益关系啊，不见得跟金钱有关。我觉得光打扫家里面这件事情，就可以吵个半天了。对，比如说年夜饭回来，然后呢，那个吃饭吃一次就走了，你以为你来吃餐厅啊？对不对？对啊，所以后来大家干脆去吃餐厅。对，这真的比较就交给专业的来，免得在家你说谁洗碗谁怎么样，对不对？对啊，小时候我记得就跟姐姐们吵架，就是要分配家事，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说我不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然后就被拒绝，然后就没送，然后就吵架，然后就感觉大家都不要做，就全部一起被妈妈抓去打。
其实你这样讲，这是一种 human nature 就是其实你讲到忍虽然我们是属于成人的话题成人的世界很多都在忍，但是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耶。是啊，从小就在忍。就是在心里插着一把刀，所以忍这个字就是心上一把刀刃。对。不过后来还好，我觉得就看家长怎么去教育这个小孩子啦。今天如果说是小孩子脾气不好、倔强啊，爱让脾气啊，该打就该打。我发现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打不得、骂不得。因为他们不能忍啊！你怎么可以凶我？对，我听过小孩子对他的爸妈讲这个话，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懂到，就是还会知道说我要打113家暴专线。我爸打我，我爸家暴我。对，我觉得我现在小孩子这么聪明，你是不是爸妈教的太厉害？资讯太多还是对资讯太多？我觉得资讯多，然后学校当然会遇到那种家暴的。这个都反正就是让给小孩子一个对，这个要不要另外有机会开一集？因为其实虽然我们还没有当父母，但我们真的也有很多朋友在身边的都没有。我们就是旁观者的角度，我们也不予批评啦。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那讲到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种家庭的人比如说婆媳、妯娌、兄弟，后来戏强争产什么的，那其实也都有很多的人在里面。很多很多很多，超级。我举一个例，我想到一个真人真事就是以前我有个邻居，然后婆媳关系不好，然后媳妇也蛮精明的然后婆婆也是那种厉害比较传统的这样，然后两个人讲话会吵，可是我发现他们家两个媳妇，然后大媳妇就是比较看卡精明的那种，会含扣她婆婆的，然后二媳妇就是那种乖的忍耐的温良恭俭让那一种。后来我发现，因为我听就是那个大媳妇会含扣回去之后，我就发现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的话，其实她婆婆也尽量不去跟大媳妇杠上，然后反而比较乖的二媳妇就是把她当成奴隶啦，或者是就是那种委屈的小媳妇，真的就是委屈小媳妇所以我就在从这件事情在观察说，必要就是要含扣。那今天婆婆我们尊敬，我们听话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婆婆可能要求不合理或什么，这个我们也不好说，因为跟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对。但是既然大媳妇含扣回去之后，她有一点强势，就告诉你说我今天媳妇我可以做，但是你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沟通？其实也许这也是一种沟通，而不是逆来顺受。所以你看有含扣的大媳妇，反而婆婆没有在一直很强势在逼近，反而最受苦的是那个小媳妇。就一句话，有会吵的小孩有糖吃。我们现在不是在让大家说去跟婆媳不合，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但也许必要的一个很认真严肃的跟对方摆明说，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来沟通。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应该是要沟通，而不是说我就踩着我的立场，我不退让，妥协。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过硬了，不讲人情了。对对对。可是那个小媳妇也太可怜了，我觉得小媳妇就逆来顺受啊，那最后就是，而且后来我听说那个就是那一个人家小媳妇有忧郁症往往的结局都是这样，真的真的，最惨的就是忧郁症再往下走。你知道那种忍耐的这个东西，在你的生理就是一种毒素。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叫做祸害遗千年，然后好人不长命？你是好人，你要长命，好不好？我想当祸害，因为我可以长命。我现在分析为什么祸害遗千年，好不好？因为祸害他们本身的毒素呢，都给别人了。然后呢，好人就会去接收这些忧郁、这些毒害、这些毒素。记得这些负能量、这一些忧郁、这些忍耐，就是毒素。你往生理，那真的会心理影响生理，是会生病的。是很多忧郁症是这样来的，而且很多忧郁症也好，最后的结果就是生病啦，然后走掉，或者是还有就是一个是什么癌症，很多癌细胞都会在这种人身上长出来。就是我这个不是医学观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个人观点。我看过很多得癌症的朋友也好，我自己家人也都是，他们的个性都是那种很温良恭俭让的个性，然后所以压抑久，他的
的毒素就一直累积在身体里面，然后就一直就会有长出。然后他们通常都是蛮好的人，所以坏人就是爽，坏人通体舒畅，坏人他们都把毒放给别人的，我都丢给你啊，然后我就快活去啊，对，每天躺着干啊，对不对？对，就坏人才会那个1000年，我独自去偷欢，我拒绝你监管。我觉得家里面其实真的很多要人没错。我最近还有在那个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就说，如果你要呢在家里面住不用钱省房租啊，或者是没有房贷压力的话，那你就要忍耐你爸爸妈妈给你的心灵消耗。对，没错，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忍耐也不见得是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或干嘛，有时候可能是一种交换，或者是交换吗？对，可能是交换，或者是另外一种是美德。好，比如说媳妇婆婆之间互相忍耐，可能就觉得说是美德，或者是有一些观念，但是还有一些是不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利益，那我必须要忍耐。但是说实在的，在工作的职场上的确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做自己，但是我们是专业做该做的事情。那有时候比如说那种什么澳 K 啊，澳洲来的客人，有时候你还是能够以和为贵去处理。好，但是总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不要忍耐又不要冲突的吧。我觉得是有一定是会有啦。就是当你想要和平的处理的时候，想尽办法和平处理，但是还是依旧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手段，那就只能冰的啊，就冰的啊，热的不行就来个冰的啊，对，而且现在夏天有没有冰的啦？对，很爱吃冰的。然后这阵子不是说有新的法通过，就是说以后就不要叫博爱座，叫优先座。优先座，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好，很好，就是个人看法，就闲聊啦。那其实就是在很多的场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经过一些忍耐比如说你在做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让座啦，然后有人占着你的位置不还你啊，像就有看过一些真人真事，就是说可能他借坐了你的位置，你来了。他觉得你看我老人家，你看我就是不舒服啊，我怎么样，就是他的说辞之类的。可是那个本来就不是你的位置，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忍这个人？你要不要让呢？对啊。那我是有看过一个很好回答，就是 OK 啊，那你不然这个位置你跟我买嘛？是。但他还但是遇过的那种，他不可能会愿意的啊。对啊，他就是要占这个便宜啊。是。通常遇到这种状况这种会有这种行为的人，都是为了占人家便宜。而且还不认识有没有？比如说不认识，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一些谈判案子有没有？比如说可能新厂商、新品牌那个帮忙一下，我好像跟你才刚认识我们有那么熟吗？帮什么？对啊，很多啊，有的意思就是说你帮忙一下，我就案子就给你的意思很多这种啦，就是台面上台面下都。那你要不要忍的来，按的来？你要不要忍？我会请示老板要不要忍。对，交给老板，交给老板决定。我权责没那么大，我还没有做到那么大的权责，公司要不要忍那我其实还有另外常听到，就是我们网络上也常看到。坐火车、高铁这些，你买票一个对号座，你花钱买了票了，结果你上车发现一个人坐在你的位置，对你还没到，他借坐一下就算了。对，然后他甚至理直气壮就说我这个位置我坐了，你去找别的位置，自己去找别的位置。这种反客为主，这个很多鸠占鹊巢，哎呀，成语通我会讲的成语都讲完了。对，然后这种很反客为主、鸠占鹊巢，就感觉到好像我应该要让你坐的意思。其实我为什么要花钱让你坐我的位置？我忍你，我应该啊。对啊，为什么？是你占我便宜，你不该吧？对，很多这种，而且很多。都是讲难听的老年人比较多，倚老卖老，老崩老，然后，我怎么接我忘了，我只知道老崩老有人比你更较老，
老不老，我能比他老，对对对。但是不能这样讲啊，所以虽然说啊，这个敬老尊贤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老而不贤呢，你知道老不休啊，老不休啊。我希望以后不要变成这种。你知道台湾不是常被讲什么行人地狱啦、马路地狱？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什么地狱都有，我觉得行人也是其中一个，但是。真的，我说就大部分数据来讲，因为人家不是说马路有3宝吗？哪3宝你知道吗？知道啊。哪3宝？女人、老人、老女人。这不是我们讲的哦，这个是不是啦？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统计。那其实我们自己每天在外面开车这样跑哦，真的好多长辈就是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想过马路就过马路？哦，真的。难道你们觉得你们这样子想过就过，你觉得人家一定都会让你吗？万一来不及刹车怎么办？对，我每天在路上开车，我每天都会遇到这种。他想过就过，他想要过就过，完全不看左右来车。然后呢，我就得紧急刹车。如果我发生车祸，算谁的？对不对？我没撞到你，但是我后面被撞，那怎么办？所以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我们就算开车技术好，我们很小心，我们不撞人，人家会来撞我们啊！对啊，所以我变成说我开车要非常小心，速度要非常慢，然后走到巷口的时候，路口要非常慢。他就算闯红灯。你撞到他，你还是有责任。可是这也是一种我们的忍耐耶。我觉得已经每天都在忍这件事，每天都在忍。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你路照正了吗？我路照，然后就只有按喇叭超过5秒钟才能够解除我的照正。其实我们尽量是不去鸣喇叭，因为喇叭有节奏。通常我们客气一点叫噔噔，对不对？比如说噔吧，直接扒瞎回。老实说还蛮舒压的啦。我跟你讲，在印度真的会疯掉，因为我之前曾经跟湖南卫视去印度出2个礼拜的外景，印度人开车他们很吵，你知道吗？他们就一直动不动按喇叭，然后好像按喇叭是他们的语言共通对。然后我跟你讲，他们车没有一台是完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那种开车 A 到一点点。然后就要叫警察然后要笔录啊，要拍照，要停在那边，然后那个旁边的车子都搞到大塞车，有没有？我看印度没这回事。我们那时候去出外景，我可以讲这题外话，我觉得印度真的太特别。来听听，我还蛮好奇的，想听。对，你可以不要吃，但是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吃。印度的很多东西，好，我先讲说我在那个印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车子每一台都迷迷冒冒。然后有一次呢，我们自己一台车也跟人家 A 到，还蛮大声哦。然后看起来钣金好像也不是很厚，这样就蛮凹这样。结果2个印度人司机下车，然后他们讲话很喜欢那样摇头。然后 Yes，I didn't do it。对 ，You hit me，I didn't hit you。You must stay，You must stay。然后他们讲话 Yes 或 No 都是这样子，讲话会这样晃脑。然后你会发现他们讲完我们外景团队我们就看说他们是要沟通还是要笔录报警什么的嘛，也没有，他们就这样子讲一讲，然后也没事，也看起来很 peace， 然后就各自上车就开走了。我们就很惊讶说，这要是在台湾应该就大塞车起来了吧？因为其实撞的还蛮用力啊，人都没事，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他们每一台车都有点迷迷冒冒，还是说他们擦撞很平常？反正你活着，我活着啊，车还能开啊，对，然后就再见，就反正大家车都一样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也没有什么人，他们也不 care 的感觉。不 care， 对 care 人命的感觉吗？不是，我是说，像我们今天在讲孰可忍孰不可忍嘛。对啊。那你说印度人这个态度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所以听到人就这样，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那是最好。然后也没有什么忍不忍的问题。我觉得好像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系佛教就是比较有一点那种。好了，大家各自退一步。可是他们信印度教比较多。印度教是佛教啊。不一样，不一样吗？不一样。是吗？对。好，对不起。好，没关系，我们这个另外再开一集跟大家讲。那我在想说，有时候忍耐的人，因为我也有看过那种真的很逆来顺受的，有没有可能他已经觉得也没有什么了？如果你可以有这个境界，那也许如果大家都这样，那就很 peace。可是这样子会变成让既得利益者真的是一直爽是啊，就会还是到最后还是忍无可忍啊。是啊，就革命啦。现在应该也没有，现在你说有哪里生可以有这么多人，就是可以一直逆来顺受？我是觉得少数吧，少数啦，真的是少数，可能
印度是个国，印度是其中之一个，可能其他的。印度是一个，就可能觉得也没什么好忍的啊，反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daily， 你知道，生活有没有？认命是一种。是算一种认命吗？或者是说有阿 Q 精神，嗨，没有关系啦，这样。但是我在想啦，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尤其像我们是属于已开发社会、已开发国家。真的吗？我们已经是已开发，我们不是还在开发中吗？我记得以前念书是开发中，但是现在台湾是已开发了。哦，那其实。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因素啊，然后物价上涨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你在工作，你在赚钱的这个压力已经很大，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还有一句话说“富贵险中求”，你是不是有可能你可能有机会赚更多的钱，但是你要忍更多的东西，或者是冒一些风险啊？我觉得只要说是冒风险，忍更多东西也是，就像刚刚讲的。客户一个新的客户跟你说：“哎呀，帮个忙，你要不要给他？”这个就是你给他了，可能你就会有一个大的案子，一个大客户，每年你的奖金就多一点。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富贵险中求，你要不要去忍这个东西？然后，风险啊，风险啊，对，然后人们对你的不理解啦，或者是有很多的。困难，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啊，难的东西不是执行的那个事件本身，也不见得是物件的难度，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定都是人的问题啊。80%我觉得都是人的问题。对，而且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或者是我对你这个人的喜好程度，决定我要不要忍的程度，我忍多久，忍多少。我如果很讨厌你呢，就没办法忍，你说什么我就是拒绝。好，那不然来讲讲好了，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不该忍呢？熊哥，能忍则忍，不能忍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忍耐是有限度的。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去拿捏说这个尺度说。我可以一开始我可以因为为了你的交情，为了你的业绩，为了你的业务，我可以忍耐某些东西，但它也是有一个扣的一个限度，有个限度。当你有一个，我觉得有一条线每个人都会有一条线，底线，跨过了那个底线不管是。有时候是业务上的，有时候是言语上的，有时候是行为上的，那个跨过了之后，那就是当然就是不能。好，比如说策略性的目标有策略性的退让，我举例，没错，比如说早一倍啦，或者是搞不好现在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必须要 social 应酬谈生意，要去酒店。好，我举例，我也没有想要帮哪一些先生讲话，但的确有一些先生他也没那么爱去，你知道吗？对啊，那他可能就是迎合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就喜欢鸡逼的人客，然后呢，就是他搞不好他也觉得他应酬他很累。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这感觉，其实你应酬你喝酒是有时候当跨空就送我去9点，其实他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送，你知道吗？但他也是在忍耐，对，是忍耐啊。就是老实说，你不喜欢去酒店，你在酒店其实是很痛苦的。你这样在讲你吗？我在讲我啊，对啊，真的假的？我没有不喜欢去酒店，我先说，我去过也还 OK，但是我自己去玩跟客户去应酬，那是不一样的。应酬其实就是在忍耐，就是才会叫应酬。因为应付我在做这些事情。那很多时候就你在应酬的场合，在酒店，客户玩得很开心，对，我不能玩啊，你不能开心，我要保持清醒啊，对啊，这样才你不能比他开心，我比他开心就不好了，对，很尴尬，可能就不好了，对，所以这种策略性的忍耐就过了，你就 get it，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嘛，对不对？没错。那如果说像比如说我们讲到说那种人际关系，或者是那种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到说我被跨部门的主管要求无偿的帮忙，而且帮忙很多次，一再那种视为理所当然，这个我觉得就要跟他画出一个界限，对啊，我又不是领你薪水，我又不归你管什么东西啊你。对啊，凭什么要你无偿？对，没有酬劳就去帮你做这些事情。对，这今天有酬劳我也不一定要接受哦，因为他是跨过我的底线，然后第一个态度不好，第二个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所以我觉得我本来呢好好的跟他讲说啊，那个我已经帮你很多次，我讲这句话很明显了吧？对啊，第七呢
啊，你当时有赢啊？你后礼拜都去干有赢啊？花谁喊对啊，有没有你们身边有一些人，尤其那种上了年纪之后的一些大哥大姐还好，我觉得通常就是中老年的男生讲话容易这样，有真的真心劝你们少这样开口，这样会让人不舒服。就老不休。啥小叮当啊，什么小白兔，什么小朋友哦，所以小朋友不要学哦。我们真的不要学。我有时候其实小朋友在年纪轻，我们以前也是小朋友长大的嘛，看大人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切记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讨厌的大人。我们从小，我老实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我小时候我被教育的是说，你称呼一个人，你要叫他的时候要叫他的名字。叫他的称谓，不要 A。对，我好像也有听。这是一个尊重，对，这是一种基本的尊重。对，你当时有赢啊？除非我们很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们如果很熟像男生跟男生，对，男生跟男生可是遇到的时候打招呼怎么样？你记得？丢啊！对，假爸对，台湾就是这样，爆干好吃对，刚刚很多哔哔哔哔哔，爆干好吃就还好啦，对，对，就是台湾就是好了，关系好，你可以随便你讲。但如果不熟，你是一个有怎么讲，在你不是一个很好的、很亲密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你随便乱称呼人家其实是很没有礼貌的。那你讲到这，我发现一个点哦，有没有可能说，原本不熟，那我可能帮忙你，我也可能在累积我的人情存折。好，但是呢，你这样忍耐，有被更喜欢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是，你那个存折什么都是屁。人情存折，人情存折那个都是屁。你现在帮忙，当你要请他帮你的忙的时候。他会说我这个不方便啊，什么什么，各种理由都来。对，那就是很摆明了，你就是被当潘啊。我还是觉得说人还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好像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函扣的那个跨部门主管，我没在怕他因为我在我公司有我的价值，我真的没在怕他。然后。因为我跟你就不同关系，大家都各做各的嘛。是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听的或者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去想想，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个立足点、一个立基点？你不用怕他的，因为呢，你有你被需要的地方。所以你说以和为贵有必要，但是有的人就是贱，有的人就是不值得你对他好，所以你更不能忍。像这种人，你忍他就会嚣张，就是你退一步，他前进3步这样子。对，就是在你退一步，他海阔天空啦，不是你海阔天空。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话是很好，但是不是放在每个地方都适用。没错。那比如说我们举例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啊，我今天这个饭这个应酬很累，可是我如果忍过这个。我案子就拿到这个东西，因为你可能不是天天跟这个客户应酬嘛，对。但是你说人际关系啦、办公室这些很常态的尽量大家还是做到一个彼此一个尊重的界限。家人也一样，哪怕说爸爸妈妈我们都很熟，但爸爸妈妈进门前要不要敲敲门？是要。我从小就被闯过门过啊，被敲门，啪！我衣服还没穿好。你那时候在干嘛？手黏黏的吗？刚洗完澡，手黏黏，还在擦干身体，好吗？我是说手黏黏是那个沐浴乳还没有冲掉啦，就是洗不干净。OK， 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是家人都需要这种互相尊重。就人很容易因为熟识而产生轻视，是不是？人很容易这样，因为方便当随便。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忽略了，不小心就忘记了。对，在外面可能就因为有一些，然后因为不够熟识，所以重视。对，所以会有因为不够熟识，所以我们互相有一个怎么样一个距离，对，有一些互相尊重的程度。但是到家里就放飞。对，可是人们又这样子，又希望说，我们那么熟了，那我也希望可以跟你拉近距离啊，拉近距离又是另外一个嘴脸。你不丢啊，这样是双面人呢。
我们还是要做善良的人啦，但是善良必须要有锋芒，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上你的善良哦，好不好？没错。其实我觉得善良的人，还有那种要你忍耐的人哦，其实他们有一些基本行为，大家也可以截图，如果你怕忘记的话，你可以截图记下来提醒自己哈。好，一，持续的超乎平常的要求你，二，漠视你的情绪跟时间还有空间，三，忽略你的感受和意见，四，过度开玩笑。其实啊，很多的玩笑藏的真心话。哎呀，你好胖啊，你好好笑哦，你看起来好怎样怎样，有没有？其实他真的是在讲一些真话笑你。有一些玩笑真的很不 OK， 才不 OK，对，然后他在测试你。然后，如果他发现开你这玩笑没事，他以后就会越来越得寸加厉哦。对，得寸进尺。好，所以呢，第四个，过度开玩笑或斥责，如果你当时没有含扣，或者是没有就像你刚刚讲说，你曾经有朋友然后不喜欢你开他名字的玩笑啊，对，他也没有凶你，但是他很震惊跟你说，他不喜欢开这玩笑，他不喜欢这样子。对，他当时讲了，你就不会再开这玩笑了吧？我从以后就不会拿别人的名字来做开玩笑。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会让人家不开心的，或是踩过界限的。可是你知道，因为我叫杨凯涵，然后我朋友有时候就是比较熟，好朋友爱闹，他们都叫我韩老师，然后我就会说，过来韩老师这里。还好吧？对，韩老师，就是田老师，大家心里想什么，你听到的就是什么。真的就是不要那么的歪。是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对，然后好啦，一个小结论给大家啦。你的人生你做主，特别是人生过了一半以上的你已经忍耐很多了，你应该给自己海阔天空。你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海阔天空你。不是海阔天空那个人，对，而且我们可以温柔，不可以软弱；我们可以包容，不可以纵容。非常好，哇，讲得好好哦，这样子很好上字幕吼。对，很好上字幕，我就多了要上一些字幕，你知道吗？我该上字幕吗？要。而且我们要把刚刚4个就是在挑战你底线的那些行为，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把它就是记起来啊！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就是看起来在开玩笑、嘴贱，有没有？其实这个人有可能以后就是要弄你、要凹你、要你忍耐的那个人哦。没错，所以大家给大家一些参考啦，就是这些什么样的行为啦，可以看得出来，或者是要怎么样踩住你自己的底线。你有时候该让的一开始该让的让，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限度还是要自己把握住、把持住，这个是很重要的。是，然后我们试着做这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忍不忍去破坏你的情绪啊！人生有多的困难啊，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互相的，请多包涵。好，那么我们期待下一集聊什么呢？应该也是跟人性有关的。一定的啊，我们先从人性出发，都是我们毕竟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故事嘛，也是我们身旁很多人啊。对啊，对，身旁很多人的。希望有一些朋友听到不会觉得不会发现我在讲他，我应该没有，应该还好啦，我自己知道是谁。如果你要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也没办法啊！真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哦。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把事实讲出来，对，我们的感受。我们没有想要针对任何人啊，因为其实这些事情有很多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受。那我们很多话不好说，没人说，不能说没有人可以说。现在这边真的是给他说个够，说个爽。对，但是不是只有爽而已啦。我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你请多包涵别人，别人也多包涵你啊。对啊，没错啊。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些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对，可以在我们的底下留言。然后呢，你有什么故事想要放在节目里面，让我们分享的，也会非常欢迎。对，然后你可以化名什么林志玲之类的也没有关系啊。对，或是我邻居的某一只狗叫我朋友，我朋友小明啦、阿炮啦、阿财啦、旺财啦，都可以 ，whatever。对，请多包涵。然后记得这个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不错，对，没错。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